刚才开箱的时候，奥西 Thunder Pro Plus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整体有点重，而且它的包装盒也很重，有 2.3千克，所以在运输的时候，它的主体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面前这些配件全部都是音箱主体的配件，外置的电源适配器，用7号电池的遥控器，一个有线的桌面遥控器，2副不同高度的脚垫，机身上面还有一副，一根 USB-A 转 USB-C 的连接线，用来连接电脑，一根双头 HDMI 的线，用来连接电视和电脑，还有游戏机。卫星头枕音箱的配件只有这2个。USB-A 口的无线连接器，用来和主音箱传输信号。双 USB-C 口的连接线，用来给它充电，或者和主音箱进行同步唤醒和待机。在开始使用之前，最先要连接的就是电源。规格书上面讲，总额定输出功率有80瓦。这个原装的外置电源适配器是深圳九州宝公司制造的，它的输入是交流100到240伏，输出是直流24伏3安，功率是72瓦。这个表显示的是它的输入电压，这个表显示的是它的输入功率。注意观察这个指示灯现在没有亮，说明它还没有启动。现在增加输入电压，61伏、70伏、75伏的时候，它启动工作了。待机功率很小，检测不到，显示的是0。它的额定最小输入电压是交流100伏。我们保守一点，让它工作在85伏。接上负载，空载的输出电压是24伏。启动，1安、2安、3安，现在是额定值，3.2、3.6、3.8、4安。现在是超载状态，它超载工作在92瓦。现在的输入电压是80伏，输入功率现在是116.9瓦。计算一下，它现在的转换效率有 78.7%。现在把输入电压调整到了250伏，已经超过它最大的输入电压240伏。现在的待机功率有 0.1 瓦，还不错，功率也不是很大。启动负载 3.4、3.8、4安，还是可以跑到92瓦。现在的输入功率是 107.9 瓦，现在的输入电压还是维持在248伏。计算一下它现在的转换效率，有 85.2%， 转换效率还不错，是正常范围。我这里现在气温是18度，刚才让它满功率工作了起码有5分钟。我们看一下它的温度，最高温度的地方只有37度。现在还是保持92瓦输出，总体还不错，它的发热量不算高，能够承受比较大的功率。它80瓦的功率输出只是它的峰值功率，对于一个桌面级的音响系统，它的平均输出功率是在10瓦到30瓦之间，所以这个电源是完全合格，而且有足够的功率储备。连上电源线还有有线控制器以后，现在待机状态下的功耗是 0.6 瓦。长按以后，现在是唤醒状态，这个状态的功耗是10瓦左右。Thunder Pro Plus 的背后有丰富的接口，这个是模拟音频的输入，这个是耳机的输出，这个是话筒的输入。这个按钮是头枕无线连接的对码按钮，旁边有一个 A 口，是头枕无线收发器的专用接口。再往右边这个 C 口
是头枕待机和唤醒的同步接口，同时也是一个 USB 口。最右边有2个 HDMI 的插座，这个是输入，这个是输出，同时也兼顾 eARC 的功能。它的音频输入有这6种方式，可以用遥控器的这个按键，还有有线控制器的左键来切换。TV 输入，如果你的电视机有一个支持 eARC 的 HDMI 接口，可以直接连接到这里。HDMI 输入，把电脑或者游戏机的 HDMI 输出接到 HDMI 输入，就可以看到启动了屏幕共享或者扩展。然后把显示器连接到 HDMI 输出，显示器上就可以得到画面。声音通过 Sound Pro Plus 来播放。PC 输入 ，PC 输入其实就是声卡模式，用这个 C 口跟电脑连接，可以看到输出设备是奥西的 Sounder， 输入设备也是奥西的 Sounder。我把一个领夹麦插在 MIC 输入，在电脑端就能看到有音频输入。蓝牙输入，蓝牙连接以后能看到输出设备是奥西的 Sounder， 但是输入设备不是奥西的 Sounder， 那也就是说蓝牙模式不能够使用外置的麦克风。模拟音频输入，这个就很简单了，只要是耳机插孔都可以直接跟它对接。USB 输入，把你的 U 盘转换成 C 口，插在这里，你就可以播放里面的音乐了。刚才连上头枕，我让它工作了大概有2-3个小时。我现在这里的气温是22度，可以看到主机和头枕都已经开始有发热了。这个 HDMI 口的位置是温度最高的地方，有 45.6 度。电源的温度不算高，测到只有36度。控制器没有发热的情况。整个箱体的发热集中在中部，底部也能看到明显的发热区，也是集中在中部。这个地方没有东西，是刚才放电源的位置，所以在发热。正面没有明显的发热区，发热是集中在顶部。头枕只有很小的发热，这个位置测到只有24度。我们看一下右声道，右声道只有喇叭孔有 24.6 度的温度，其他地方温度都很低。这个位置有24度，左声道也是喇叭孔的温度比较高，有 25.3 度。头枕中间还是 24.2 度。头枕的功率小，所以它几乎没有明显的发热。所以摆放的时候，主音箱下面什么东西都别放，因为它要用来散热。顶部也是，不要覆盖。Sound Pro Plus 额外搭配了2副不同高度的脚垫，脚垫是通过螺纹连接的，会比较牢固，而且容易拆卸。机身上的这副高度最小，只有大概12毫米，这一副是中等高度，大概有17毫米，这一副高度最高，大概有22毫米。主机的纵深大概有125毫米，主机的宽度有615毫米。现在是最矮的这一副脚垫，高度大概有85毫米，换成中等高度的脚垫，高度大概有90毫米，换成最大高度的脚垫，高度大概95毫米。我帮你试过了，不能不装脚垫，
因为在主机的中间有一个微小的凸起。头枕的颈部位置厚度大概有100毫米，两侧的最高点厚度大概有120毫米，把它立起来。头枕的高度差不多有160毫米，头枕的宽度差不多300毫米。头枕的充电口是一个 C 口，充电器的这边连接 A 口，它的充电用的是9伏1安，也就是9瓦的功率。充电器的这端用 C 口，充电的功率是9伏 1.6 安，有 14.8 瓦。所以给头枕充电，电源这边用 A 口和 C 口都可以，但是 C 口的功率会更大一点，充电速度会更快。凹7的 Thunder 是支持模拟信号输入的，而且它会有一个极限。这个数值是波峰到波谷的峰峰值电压。你可以想象屏幕的上下极限就是这个音箱的模拟输入极限。现在的峰峰值信号刚刚好，可以完整的显示。如果输入的信号太大了，就会像这样被切掉。音箱也是这样的。这根黄色的波形是发送给音箱的信号，这根蓝色的波形是录音机回录到的喇叭的声音。这个就是输入超过了极限，我们也听到了噪音。试探下来，峰峰值在5伏以内，凹7的 Thunder 都可以承受，而且不会失真。峰峰值5伏相当于正 7.1 dBu 的专业信号，相当于正 4.9 dBV 的民用信号，完全覆盖了正4 dBu 的专业信号和负10 dBV 的民用信号，所以你几乎可以无脑的对接所有的模拟音频信号。作为游戏电竞音箱，音频延迟是必考题。把头枕也连上，这根黑线过12点的时候会发出滴滴滴答的声音，你可以用这个来判断延迟的大小。蓝牙输入，模拟音频输入，PC 输入，HDMI 输入，现在我播放同一段音乐，我们去对比一下每一种输入方式的音质差异。HDMI 和声卡输入都是无压缩的传输，所以这两个我们只听声卡输入的。PC 输入，模拟音频输入，
蓝牙输入。我们完整的听一下它的音质。输入方式用的是 USB 声卡模式。保持刚才的 USB 声卡连接，我们测一下它的最大声压级。把音箱的音量开到最大，电脑的音量也开到最大。这个声压计的测量单位是 dBA， 测量的数值是人耳感受到的声压级，跟物理声压级 dBSPL 不一样。具体有什么不同，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低音125赫兹有 93.7 dBA 的音量，中音1000赫兹有 103.6 dBA 的音量，高音8000赫兹有 95.4 dBA 的音量。从测试结果看，高中低音的音量差异不大，所以你可以听到比较饱满的低音，还有比较明亮的高音。我们先从这个脚垫开始吧。螺纹部分是硬质塑料，脚垫部分是软质橡胶。有线控制器，它的线表面是一层编织网，最外层尼龙编织线，用料不错，有2层屏蔽层，粘胶的防滑垫，厚度有 2.5 毫米。PCB 很简洁，中间一个旋转编码器，带按压开关功能，旁边2个按钮开关，有一个 MCU 负责通讯，周围这一圈就是氛围灯。底座里面有一个配重块，配重块做工也还挺精细的，没有那么粗糙。头枕的表面有2种面料，后面的捆绑带是弹力的。锁扣的用料还不错，背后有 1.98 毫米，这个受力的支撑杆也比较粗，调整扣也是比较厚实，接缝处用的是隐形拉链。没有按钮的这一边可以直接取下来，里面是喇叭，布料上面的塑料防尘罩，内外是热焊接在一起的。有按钮的这一边
跟里面的箱体是连接在一起的。里面这块海绵还不错，挺密实，很干净。这里刚才掰开，这两个位置断了。按钮和灯光通过一个小电路板和里面连接。箱体里面做工还不错哟，整个模具非常的光滑，而且这个盖板还挺重，有66克。整个音箱部分有524克。这个盖板侧面有3.2毫米。电池的这里摸到有电路板，应该是它的保护板。电池电压 7.3 伏，电池容量2400毫安时，电池组的重量 95.4 克。这块就是无线音频传输的模块，这个猜测是它的主控，这个是它的功放，这边连到了电感。这是屏蔽罩里面的东西。喇叭是一个 1.5 英寸的中高音单元，这里还有这里是打胶固定的密封垫。这个头枕的厚度，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防身武器。这就是它的喇叭，做得挺精致。后面没有写它的阻抗，实测电阻是 3.3 欧。去掉喇叭这个外壳的重量，还有162克。来看一下它的截面，用料足够厚，厚度有 3.1 毫米。这个金属网罩是铁的，重量有 86.5 克。网罩的边沿有防震海绵，把防震海绵撕掉，测到它的厚度有 0.6 毫米。网罩里面显示的那些英文字母是这种米字形的数码管显示的，旁边这个是遥控器的接收器。这是一个装饰部件，但它的厚度都有 3.7 毫米。这个喇叭和这个喇叭用的是一个独立小音箱。这个是氛围灯的 PCB 板，这个是它的柔光板。这里标志了它是右声道的独立小音箱，引线接口是密封的。左声道和右声道是有相同的结构。低音部分用了一个独立的腔体，在这个位置有奥西的商标，说明它用的是专用模具，而非公版模具。低音喇叭和被动单元的这个腔体是通过这个凹槽和底座的凸起形成密封。这个低音单元，它的上面有一个同轴的高音单元，所以它的线数是4根线。看这个腔体的内部，表面还是比较光滑的，而且线束都有打胶密封，可以看出奥西在隐藏的部分没有偷工减料。这个白色的是氛围灯的柔光罩。还有一个细节，看这里，喇叭用了专门的密封胶垫，胶垫的厚度有 0.95 毫米。这两个 PCB 上面全部都是氛围灯，没有别的东西。被动单元的这个外壳看起来应该是2次压铸的，完全找不到一点缝隙。来看看截面，整个截面用料挺厚的，这边比较厚，有 3.8 毫米，这边比较薄，有 3.3 毫米。这个盒子的重量有327克。被动单元的表面有一块金属板，所以一般是不会被损坏的。哎呦，还有点重，有19克。撕开以后，配重块是铁的，
这样的被动单元有4个，音箱上面有2个，音箱下面有2个。这个同轴高低音单元单个的重量有387克，底部只写了6欧20瓦，不知道高音单元的阻抗。低音单元的阻抗 5.2 欧，高音单元的阻抗 6.4 欧。左右声道的中高音单元跟头枕上面用的是一样的。左右声道的这个小腔体上面也有澳西的标志，说明它不是公版模具，是专用的，而且还拆不开，不是上了胶就是用了超声波焊接。这个中高音单元它的重量有50克，这个小腔体有80克的重量。来看一下截面，整体的框架用料都是比较厚的，壁厚有 2.7 毫米，这样的厚度和坚固程度有利于隔绝喇叭后面的声波辐射。这个面盖看起来有点薄，但是挺重的，有209克。实际上它的截面也不薄，厚度有 3.1 毫米。这个是正面的显示屏，还有遥控接收器，两边还有氛围灯。氛围灯都是一样的，就不用讲了。这个是数码管的驱动芯片，上面有型号，需要的自己截屏保存。前面板也不轻，重量有112克。这是它的截面，这个位置最薄，有2毫米。看一下它的主电路板，这个区域是 HDMI 的信号处理，这是它的主控，这块是功放，这里还有一个功放，所以它总共有1、2、3、4路功放。这个是它的功放芯片，需要的自己记录型号。这个是它的蓝牙模块，这个是主控芯片的型号，这个是 HDMI 的信号处理芯片型号。底部外壳的下面有名牌信息。底部外壳的重量有453克，看它这个截面，厚度有 3.2 毫米。好了，这就是澳西 Sound Pro Plus 的全部拆解和测试。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评论区去讨论。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